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久违的评比单元。那今天的主角们呢是10款开价的妆前乳还有试底乳们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些。那这次呢一样会针对它的包装、质地还有它的一些特色。以及保湿度、控油度跟适合肤质，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分析。那如果刚好想要找妆前乳、试底乳这类产品的人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那在开始分享产品之前呢，我想简单跟大家讨论一下几个常常被混淆的名词，有妆前乳、隔离霜、试底乳还有防晒乳。那其实我常常收到私讯或是留言会问我说，妆前打底步骤应该是怎么样啊？那要怎么分妆前乳、隔离霜啊，巴拉巴拉之类的。那其实妆前打底这个目的呢，其实不外乎就是追求保湿，或者是修饰皮肤瑕疵，或者是防晒这几个重点。最简单的方式呢，我们可以从英文名称分成2大类。第一类呢是 primer， 就是妆前乳、试底乳这一类。第二类呢就是 tint moisturizer， 是隔离霜。那第一大类 primer 呢，就是通常产品里面会有 primer 或者是什么什么 makeup base 之类的英文字在里面。那简单来说，它就是打底的意思。所以说通常会有保湿，或者是提升你后续底妆的服帖度，或者是有修饰毛孔这类的效果。那一般来说 primer 通常会是透明或者是乳白状。那如果它有颜色的话，譬如说有些是出绿色的，有修饰泛红效果，或者是说紫色它可以修饰蜡黄，这类就会归类在试底乳。那试底乳的使用上，有些人会建议说，你可以不用全脸涂，你可以针对局部有需求的地方去下手，所以它的变化性会比较大一点点。那第二大类 tint moisturizer 呢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有颜色的面霜。那通常它会有防晒系数，那它诉求的功能通常是可能防晒、修饰肌肤或者是保湿等等功能。那最简单的分法就是，基本它只有防晒功能的话，它比较容易归类在防晒乳。那如果它同时有润色加防晒效果的话，通常会称作隔离霜。但是因为今天的产品重点是妆前乳跟试底乳，就是第一大类，所以这部分就不会再太细的跟大家讨论，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那目前市售的这些妆前打底产品啊，很多品牌为了让它可以更快速方便，所以会把多样功能集中在一瓶里头。那很多人会想说，那我到底该擦哪些，不用擦哪些？我觉得谨记一个原则，就是防晒一定要做好，尤其是夏天。那因为通常有润色效果的妆前打底，它的防晒用量没有办法做到单纯的防晒乳那么足。那我觉得秋冬其实是还好，但是如果像台湾的夏天比较容易热，紫外线很强的时候，记得就是要先上防晒，再上润色的妆前打底。那当然使用的顺序跟方式会根据每个人的肤质需求不同而有所差异。那这部分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多多上网爬文，看自己肤质是适合哪样的顺序，然后根据不同季节也会有所变化。那我们就开始介绍产品吧。那这次的产品数量呢，比之前都还要多，总共会分享到10款妆前乳跟试底乳的部分，所以说我今天节奏会稍微加快一点点。我们直接进入第一样产品。第一个我要分享的是 Sofina 的漾洁控油磁效妆前隔离乳。这瓶应该算是开价非常非常热门的一款妆前乳产品。然后我之前看到报道啊，它是2016年屈臣氏的热卖排行榜第1名，它比那些什么卫生纸、民生用品卖的都还要好。然后记得没错的话，它好像还蛮常会有一些开价的折扣。现在看一下它的外形，它是做这种柱状的瓶身，然后它有珠光粉色的设计，非常的少女粉嫩感觉。使用之前要先像立可白这样摇一摇，把它摇匀之后再挤压出来。质地的部分呢，则是带一点点淡粉色的水状。那刚挤出来你会觉得还蛮湿的，但是推开之后会有一个微微的那种粉雾感，然后它有带点轻微的润色效果，但是不会改变你肤色太多。我使用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有稍稍修饰毛孔的功能，但是几乎没有什么遮瑕度。所以说你本身脸的瑕疵比较低的人呢，其实你可以直接擦它出门。再来就是它有加了玻尿酸保湿成分，所以说我觉得以控油的妆前乳来说，它的保湿度算是可以给它中上的分数。那控油效果呢，我觉得算是还蛮优秀的，就是分数很高。那如果你是皮肤偏干的人呢，我不会很建议使用这瓶。但是如果你是混油肌或是油性肌呢，就是非常适合使用它。那除了控油之外，我想要特别称赞它的优点，就是 Sofina 系列产品在包装上都会有一个这样标示的用量。
我觉得比起写什么适量沾取什么都还要来得有实质的建议，这点是我觉得小小贴心的部分。那缺点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就是这款我查了评价，我自己使用上是没有什么致粉刺的问题，但是因为它有强调使用不致粉刺配方，却还是有一些网友使用之后还是有致粉刺的情形。所以说你本身如果是敏感肤质的话，这瓶建议你还是先在手上试试看，真的没有什么过敏现象的话再入手。接下来第二款要分享的呢是魅点的林霞美肌妆前乳橘色款。先给大家看一下外形的部分，它是做这种淡橘色的软管包装，然后包装非常的简约干净的感觉。那魅点的妆前乳呢，算是开价系列中选择比较多的一款，我记得有出到3到4种。那我选的是比较符合我的需求的橘色。那橘色主打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修饰暗沉，所以你擦上去之后可以改善你肤色不均的问题。质地呢是属于粉橘色的乳液状。那我个人觉得使用起来它算是还蛮好推开的，然后保湿效果也不错。那有轻微的润色效果，因为它橘色是比较偏暖色调嘛，所以你肤色不均的人，它的确可以去修饰你肌肤的瑕疵。那我个人会比较推荐给干性肌、中性肌或是混合偏干的肌肤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控油效果比较没有那么的强烈。再来优点的部分呢，魅点的妆前乳算是开价中非常便宜的一款，我之前85折的时候，好像不到200块就可以买到这一瓶。再来就是它的选择很多，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，譬如说你泛红的人可以选绿色的，想要修饰肤色暗沉可以选橘色，就是种类比较多元一点点。再来缺点的部分呢，我觉得也许是因为这款它是属于比较暖色调，有点接近肤色的那种感觉，那擦起来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像 CC 霜。那以妆前乳来说，它的妆感会略显厚重一点点，所以说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厚重妆感的人呢，这款妆前乳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你。再来就是这款也有少数网友反映说使用之后会过敏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本身妆感稍微重一点点，所以会比较容易闷，所以会致痘或者是致过敏的情形。所以如果你一样是过敏体质，这款也要多加注意。接下来第3款我要分享的是 Maybelline 的 Baby 粉红美肌乳。外形的部分，它就是配合它的名称做，整个都是粉色加桃色的设计。我觉得跟那个 ZA 的气垫就是很像，都是有点点普普风的涂鸦字体的感觉。那它的质地呢是属于淡粉色的乳液状，然后推开之后呢会有一点点珠光的感觉，但是珠光不会到太夸张，就是会有光泽，但是不会太闪烁这样子。那它主打特色是零粉体跟零妆感，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加了精华乳，所以说它的保湿效果，我个人觉得还算蛮足够的。而且就是这一款的延展性我觉得很好，就是你用量一点点，它就可以推开还蛮大的区块。适合肤质的部分呢，我会比较推荐给干性肌跟中性肌的人使用，因为我觉得它保湿效果真的还不错，但是它几乎没有什么控油的效果，所以你容易出油的人，我建议要避开。那整体来说呢，它的优点我觉得是它这种软管状的设计，然后还蛮方便携带之外呢，它也很好控制用量。再来就是我前面提到它的用量很省，所以说这条我觉得可以用蛮久的。那缺点部分呢，就是它虽然很好控制用量，但是你记得你在涂的时候不要一次挤太多。它如果挤太多呢，因为它是属于那种粉红色乳液，再加上它又有珠光，你一推开太厚的话，你的脸就会有一点惨白的感觉。再来就是你如果不是很喜欢珠光质感的话，这款就要避开。接下来第4款呢，要分享的是 Maybelline 的梦幻奇迹控油透润持妆乳。同样是 Maybelline 的妆前乳产品呢，这款走的风格就跟刚刚完全不一样，它瓶身是一个这样裸肤色的色调。那我觉得包装上算是还蛮有质感的。那它使用前同样一样，这样是像立可白杨先摇一摇，让它均匀混合。质地的部分呢，它是非常淡肤色的，我觉得比较偏水状，它的质地跟 Sofina 的那一瓶有一点点类似，然后它是没有什么润色效果的。那你刚挤出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油，但是推开之后它蛮清爽的，而且它有一点点像是有一层薄薄的膜在你手上的那种感觉。那这款主打的特色呢是高保湿乘以高控油。那以我干肌使用下来呢，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算是还 OK， 但是我还是会比较推荐给中性
混油性或是油性肌的人使用，因为它毕竟主打诉求是控油效果。那这款的优点呢，我觉得因为它的质地算是还蛮清爽的。那如果你是容易出油肌肤的人来说，你先上一层它有个薄薄的膜打底，你后续再上底妆，其实可以帮助你的妆容更服帖。那缺点的部分呢，因为我自己是干性肤质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明确的建议说它到底控油效果好不好。但是我查了一下网络上关于它控油的说法，其实还蛮两极的。有些人觉得它持妆控油效果可以拉得非常长，有些人觉得它可能几个小时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效果了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靠柜，就是试在手上，或者是这边试试看它的控油效果实际如何。再来，它也有少部分的人提出有致粉刺的问题，所以一样过敏的人要特别注意。再来第5个我要分享的是 VDL 的贝壳提亮妆前乳，这款算是韩系妆前乳非常多年常青的热门商品。同样先给大家看一下外形的部分，那它的管身是做这种玻璃瓶身，然后上面是有一点点蓝紫色的珠光，跟它本身挤出来的质地我觉得还蛮类似的。挤出来呢是乳白色的乳液状，然后你非常仔细看它呢，会发现它带有一点点蓝紫色的光泽。那你推开来之后呢，其实蓝紫色的感觉不会很明显，还是比较偏银白色调的光泽。但是手这样子移动，就比如说你脸在摆动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，然后光泽反射的感觉，真的很像贝壳的那种光泽。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名称取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就是很符合它的妆感。那这款擦在脸上呢，它会有还蛮明显的光泽感，然后我觉得保湿效果也还不错，因为它的质地其实是有一点点偏油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擦起来的感觉是会有一点点显白，所以说如果你的肤色是比较黑一点点的人，不太建议你使用这款妆前乳，因为它的蓝紫色又是偏冷色调，容易让你的肤色看起来更反黑。那前面有提到它擦起来是有一点点油，所以我会比较建议给干性或者是混合偏干肤质的人使用。在这款妆前乳的优点呢，我觉得它就是服帖度很足，就是我擦完这瓶之后再上底妆，底妆可以变得很贴，然后它如果你底妆不是那种非常粉雾质感的话，它可以保留原有的那种光泽感。缺点呢就是它几乎没有什么控油效果，然后加上我觉得它质地稍显有一点点油腻，所以说如果你皮肤容易出油的人就不建议使用，然后不喜欢珠光的人也千万不要用，因为它的珠光比刚刚那个 Baby 美肌乳更明显更闪烁。再来就是它没有防晒系数，所以务必先擦防晒品，然后再使用这款妆前乳。那这款之前大家应该都是要找代购或者是上 Gmarket 才买得到。那我最近发现，在 Tomos 也可以找到这款产品。那如果它有一些试用品的话，建议大家也可以去摸摸看，试试看它的质地适不适合你。嘴巴好酸哦，中场休息一下。接下来第2个我要分享的是 Etude House 的美肌模式超上相柔光修饰乳。外形的部分呢，它是做淡粉色的设计，然后容量比一般大概30ml左右，大小多一点点，有到35克。然后因为它瓶身做这样盖子按压的设计，所以整体体积会稍微大一点点。质地呢是淡粉色的乳液状，那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亮片或者是珠光的成分，所以它推开来会比较有一点点柔焦跟提亮的效果。那它主打的3大功能有平滑柔焦，然后毛孔修饰跟提亮肤色。那我觉得使用起来它的确3个效果都有达到一定的水平。那保湿度的话，我觉得算是中等，然后控油效果我觉得也算是中间，算是表现非常中规中矩的一款产品。那我会比较推荐给中性肌或者是混合性的肌肤。那以优点来说呢，我觉得这款就是比较方便简单，因为它的单瓶功能就很多，所以你不用可能润色要擦一瓶，然后毛孔修饰又要再擦一瓶，它一瓶就可以满足3个需求。那缺点的部分呢，就是它的价格偏贵，也是我今天介绍的产品中最贵的一款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，就是如果你会买 Gmarket 的话，你可以上去找找看有没有这款产品。接下来第7个我要分享的是 Clio 的柔肤毛孔隐形霜。同样看一下外形的部分，它是做雾黑色的软管瓶身，我觉得是这次介绍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包装，因为它就是非常的有个性。那它挤出来的质地还蛮特别，是有一点像是栗子蛋糕的那种颜色，带点奶霜状的感觉。然后你推开之后，你会觉得那种
很滑，有点咕噜咕噜的那种手感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延展性还不错，所以说你其实挤一点点就可以推开全脸，或者是强调你想要修饰毛孔的区块。再就是它柔焦效果真的很不错，它修饰毛孔我觉得也蛮厉害的。虽然我自己没有很夸张的毛孔，但是我有爬一下文，看到网络上有些人就是使用前跟使用后的效果真的差还蛮多的。但是它是没有任何提亮效果，它就很简单，就是隐形毛孔这个功能，所以你涂起来其实有一点点像是毛玻璃的那种质感。保湿度来讲呢，我觉得算是普通，它没有特别强调保湿这块。那控油效果我觉得算是中上吧，虽然它不是主打控油这个效果，但是说你把毛孔填平之后，你的妆自然就会变得服帖，那的确也可以提升你的妆感的持久度，所以我觉得它是有点一环扣一环的感觉。我会比较推荐给混油肌或是油性肌，或者是你有局部毛孔隐形遮瑕需求的人。再我觉得这款妆前乳优点呢，就是除了我个人很喜欢它的包装之外呢，我觉得它隐形毛孔的效果真的非常的优秀，就是有点像是你盖房子那个水泥可以把砖头填平的那种感觉。再就是我前面提到用量省，还有它因为它的质感是比较毛玻璃那种感觉，它是不会影响后续底妆的妆感的。那缺点呢？严格来说，我觉得它挑不出很致命的缺点。那硬要说的话，应该就是它没有防晒系数，然后它的功能比较单一，就是单纯只是追求毛孔隐形为主。再来第8个也是 Clio 的产品，它是亲肤润泽妆前乳，包装呢就是走比较粉嫩一点，它是黑跟淡粉红的配色。那挤出来的质地呢，它是有一点点蜜桃色的感觉，然后又偏乳液状。推开来之后，你会觉得有一个非常淡、比较内敛的那种光泽感，不是那种很闪烁的，会有点微光泽，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喜欢低调一点妆感的人使用。在这瓶主打的是它有4种植萃成分，所以说它的保湿效果我觉得算是表现还蛮优秀的。我会推荐给干性肌、中性肌或是混合偏干的肌肤。在这瓶优点呢，我觉得它用量也还蛮省的，就是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推开全脸之外，你皮肤如果有一些比较薄血管透出来，或者是小小泛红，它这种微微的光泽跟粉色调可以去修饰你皮肤的瑕疵。那缺点呢，我觉得跟刚刚一样，就是它没有防晒系数。那Clio这2款产品，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几乎没有什么味道，跟一般韩系彩妆香味很重的印象还蛮不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味道很重的产品的话，这2款是可以试试看的。第9种，我们来分享的是 Beauty Maker 的水魔力妆前保湿凝露。包装的部分呢，它是走纯白色的软管状，比较简约干净的包装。再来质地呢，它挤出来是比较偏白色的乳液状，但是你可以一挤出来就感觉出来它非常的水润。那我觉得它的延展性也还不错，然后它除了你单独在妆前保湿使用之外呢，其实你也可以去混粉底，就是如果你冬天很干的时候，你可以1比1的去混粉底，让你的粉底更服帖，因为它是主打高保湿跟高服帖度。然后它的质地呢，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跟 Laura Mercier 的焕颜凝露保湿型非常的像，所以我觉得它算是平价版的。当然它的保湿度可能没有到专柜那么的厉害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的预算比较低一点点的话，其实这款我觉得就有达到不错的保湿效果。那我会比较推荐给干性肌、中性肌跟混合偏干的人使用。那如果你混合肌容易出油的话，就是建议在秋冬使用就好。那它的优点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比较水润。那因为它的诉求很简单，就是强调保湿效果，所以说你跟其他底妆一起搭配使用，它是比较不会有任何起屑或者是打架的问题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它很水润啊，你如果是眼下偏干的人，也可以加强在这个区块，可以让你的遮瑕跟底妆更加的服帖。缺点呢，就是它也是没有什么控油效果，所以说我不会建议给混油肌或者是油性肌的人使用这瓶。最后一个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Chick-fil-A 的润泽妆前乳。那它的包装呢，其实跟 Beauty Maker 的水魔力还蛮像的，都是白色为基底，只是它的白色是比较有一点点雾面的感觉。那其实这个牌子呢，算是我今天分享的妆前乳中最冷门的一款，也是最晚进来台湾的一款。目前只有在 Tomos 可以买得到，但是因为它算是我的私心爱牌，我就是把它放进来这个单元，想要跟你们分享。有看过我影片一阵子的人就会知道，我还蛮喜欢这个牌子。然后之前在可能冷门彩妆或是一些彩妆影片中都有
有介绍过它。那它质地的部分呢，是属于白色的乳霜状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像牙膏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的延展性也很不错，所以你其实挤一点点，你用量就可以推开全脸，然后是完全没有任何味道的。那保湿效果呢，其实它还蛮滋润的，然后它的质地其实有一点点油，所以我觉得保湿度算是还不错。那控油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效果，所以说我只推荐给干性肤质的人使用，然后甚至干性肤质的人就是建议大概秋冬再使用就好，夏天也不要用到那么滋润的妆前乳。它的优点呢，就是它的定价非常的便宜，它原价没有打折就只要大概130块台币。那如果你周末85折、77折，那就几乎不用100块就可以买到一条，而且还有35克，所以你可以很豪迈的用，然后用得很爽快这样子。那缺点部分呢，就是它完全没有控油效果，所以说你皮肤只要容易出油的人呢，我是完全不推荐这瓶的。但是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他们好像有出另外一个绿色的有控油效果的妆前乳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逛看看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帮大家整理出10款开价妆前乳跟适底乳的评比总整理。那很抱歉，就是距离上次评比单元其实有隔了一小段时间，因为这些产品我都要亲自的每个试用过，然后帮大家整理出新的，所以其实会比较耗时，所以说影片的产出速度没有办法那么的快速。再来就是因为这次是进入到第5支评比了，所以说我之后会整理出一个播放清单，方便大家在查询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进去评比，然后找自己想要的产品可以做功课。非常欢迎大家在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呢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比如说你有用过什么妆前乳，可以分享你的心得，然后提供给更多不同肤质的人参考。希望你会喜欢这次的影片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，一样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哦，点这边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